时光之井，一位绣娘与百年戏服里的秘密对话。梅里时节的黄昏，雨水沿着青瓦滴落，在古厝的天井里敲出轻柔的节奏。这座位于鹿港老街的百年绣庄启云阁，此时弥漫着一股樟木与丝线交融的气息。年够60的绣娘云姑正就着一盏台灯的暖光，指尖捏着银针，在一件泛黄的细袍上绣着最后一瓣海棠。她的动作极慢，仿佛每一针都在与时间博弈。这件绣满百鸟朝凤图样的戏服，属于30年前突然解散的锦华戏班。云姑的祖母曾是戏班的绣娘，母亲则用这双手绣出无数水袖飘摇的梦。而今，戏台早已沉寂，只剩这件未完成的戏袍躺在绣框深处，像一封未被投递的信。云姑记得，母亲临终前曾握着她的手说，凤凰的眼睛要用金线绣3遍，这样才能在灯下活过来。但她始终不明白，为何母亲独独留下这件戏袍的最后一针。夜渐深，雨声转密。云姑起身关窗时，发现戏袍的袖口竟透出微弱荧光。她凑近细看，发现绣线中藏着几近褪色的暗纹，那是用特殊技法绣出的曲谱。指腹轻抚过线脚时，甚至能感到细微的震动，如同琴弦余韵。她点燃一盘檀香，烟味缭绕中，忽然想起童年时听过的传说，若绣娘的心与作品共鸣，绣线会记下当年的声音。为解开谜团，云姑翻出祖母留下的绣谱笔记，牛皮纸页上满是虫蛀的痕迹。她却在夹层中找到一张残破的戏票，背面写着癸卯年霜降，锦华中暮。那正是戏班解散的日子。她唱着手打开樟木箱，层层绸缎下埋着一只罗甸漆盒，盒中竟收着10余封以绣线代替墨水的信，每封信皆以不同针法绣在绢帛上，绣对着灯光转动角度，才能读出隐藏的叙事。第一封信绣着细密的回纹针，记述戏班当家旦角月娘与琴师青帆的相遇。某个雾锁码头的凌晨，月娘练嗓时听见断续的琵琶声，循声找到蜷缩在货舱角落的青帆。他因战乱流落至此，怀抱的琵琶只剩2根弦，却弹出了让他落力的雨打芭蕉。此后3年，月娘总在破晓前溜出戏班，两人在废弃船屋用声音制就秘密世界。他唱，他弹，潮汐为节拍，鸥鸟是唯一的听众。然而命运如骤雨骤晴，戏班主人发现2人的情愫后，强行将月娘许配给富商。最后一封以乱针绣血旧的信里，月娘用金线绣出决绝的誓言，若戏服成，我必归来。原来这件百鸟朝凤袍是青帆耗尽积蓄购得云锦，月娘则偷藏每页丽水染就的丝线，一针一针绣进约定。但就在凤凰将要睁眼的前夜，戏班因资金断裂解散，月娘被家族强行带往南洋，青帆则在追船时坠海失踪。云姑读到此处，指尖不慎被银针刺出血珠，血滴落上戏袍的凤凰眼廓时，奇迹发生了。金线突然流转出夕阳般的光泽，绣线中的曲谱竟随檀香烟雾凝成虚幻的乐音，依稀是雨打芭蕉的片段。他这才惊觉，母亲留下的最后一针并非遗憾，
而是守护。唯有当绣娘以血为媒，让绣线吸收当事人后代的体温与脉动，才能唤醒沉睡的记忆。他连夜翻找老照片，在戏班合影背面发现月娘留下的绣谱密码。原来凤凰双眼需以对针绣法处理，让两只眼睛的线角在背面相连，象征穿越生死的凝望。当黎明初透，云姑终于绣完最后一针，她将戏袍挂上天井的竹竿，朝阳穿透雨雾的刹那，百鸟的羽翼竟在光影中微微颤抖，仿佛随时将振翅而去。3日后，一位满头银丝的老妇踏进启云阁，她抚摸戏袍袖口的曲谱，轻声哼起一段旋律，正是云姑在幻听中捕捉的调子。老妇说，她月娘的表妹，这些年在南阳守着一箱未寄出的信。当她展开随身携带的布包，云姑怔住了，里面是青帆当年的琵琶弦与月娘剪下的一绺青丝，两物被红线紧紧缠绕，如绣品上交错的精卫。表姐临终前说，戏服会等到该听懂的人。老妇将弦与发丝埋进戏袍内衬，此时天井忽然刮起一阵暖风，戏袍的水袖无风自扬，绣线中的金粉簌簌飘落，在阳光中聚成凤凰展翅的残影。云姑默默煮起一壶陈年铁观音，茶香与旧线香交融时，她听见了跨越100年的合唱。月娘的戏腔与青帆的琵琶，终于在时光的织锦上完美交叠。从此，启云阁的深夜常出现奇景，未完成的绣品在月光下会浮现暗纹，仿佛有无形的手继续着未尽的针线活。而云姑总在雨夜将窗推开一道缝，任风吹动绣架上的丝线。她说，那不是风，是无数等待被绣进时光的故事，正轻扣着人间。订阅我，聆听更多精彩故事。